但是他们都是以前隔壁开了一个大的专业采耳，但是干了半年多吧就走了。现在这些就开的这些，他们都是按摩、对，修修脚脚的，的时候，比较多。然后，但是他们也都打着采耳。然后，反正我们家的客人不会去他们采耳，可能也会去他们家做按摩啊、修脚，但可能不会去他们那采耳。就采耳还是会来我们这。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是看视频，但是一看位置太远，会犹豫。如果是在市里面，应该可能人更多一点。对，有可能，毕竟这边人是会稍微少一点。跟那个距离吓到我，因为我自己住的那个地方，我看到这儿是43公里，所以说哦，嗯，那你第一次来就因为看了视频来吧？对，今天是因为觉得哎，上次踩的还行，是挺远的。但是现在行情不好，等后期行情好了，我会考虑在朝阳去朝阳的。现在其实年轻人我感觉还是喜欢这个多一点。对，像我们这都没有年纪大的，太多年纪大的客人。然后市里面我去过2家，我觉得都不好，然后后来就没在北京采过，基本上都是去外地。在朝阳吗？对，也是看的好像是很多家那种连锁店，有点像流水线工作。北京反正也得碰。感觉一开大规模，这个就很多就不可控。对，你说的就是对的。你招的人一多，每个人的这个差别挺大。你招的人一多，完了你那个店又多，你好的东西你就不可很难控，控，对，对。不可控了。即使他就随意自己发挥了，你就会觉得以后的就工作就不是那么细致。你像我自己干，我就深有体会。你还得时不时掂他们的技术，然后给他们告他们采耳，又以舒服为主，又慢，时不时还得试他们手法。最主哦，要好像以前刷到过有那个员工，失手了。这个培训也很重要，有时候刚开始教没教好，后期做其实做的就不好。还有还是明显幼儿更敏感一点。这边跟对，一直都这样吗？是。也算正常吧。好多人两个我都感觉不一样。南方，你为什么说南方竞争力比较大？南方这样的店很多很多，多，对，选择太。到处都是。有一次去武汉，太吓人了，感觉就住那个地方，店现在好多店，放眼望去，采耳啊。但是南方人是不是出来消费的人也多呀？应该是。我感觉可能咱们这边的人还是偏保守，对这个事物就接受的广度不多，就年龄跨度不多，可能对南方稍微好一点。因为我还有刷到过视频，就南方有带小朋友很多去采耳店。我们家也有好多家长带小朋友过来，反正就是总之但是就像你感觉。说的，大家还是会觉得
小朋友踩什么啊？这样的家长会比较多，不要踩。有的家长他带小朋友来是发现小朋友耳朵里有东西了，他才带过来；有的家长带小朋友来是他自己喜欢踩，他就对他带小朋友来，结果小朋友一踩，小朋友觉得也很舒服，这一类的。但我们家小朋友也挺多的，但是不是。南方太多了，主要也是良莠不齐的。但是南方这种放松什么，本来就是要比北京要热闹。北京其实是不热闹的。尤其记得在长沙，晚上2、3点，大马路上全是人，太壮观了。这边就像这个耳朵每一处都有感觉，那就舒服呀。那你其实就是那个耳朵不咋敏感，所以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以前那啥了。掏多了就对这个事了解了，就不一样，感觉不一样。给没掏过的人都特别好奇。如果第一次就去一个水平特别高的店，以后可能就有点永生难忘的那种感觉。对，这个东西还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：如果你第一次采耳找的是一个相对采的比较好的采耳师，对，你可能后期你会觉得找谁采的都没有第一次采的舒服了，会有这种感觉。有的人第一次采我给他采的，我会告诉他，我说你后期可能不太好碰到觉得采的特别好的了。这东西很微弱，你知道，就虽然是拿个小工具在耳朵里看着我，就这样，对吧？也没什么大动作啊什么的，但实际上被踩的那个人的感受是很多丰富。是很那个的。而且你不是专业的，你光靠看你是看不出来谁踩的好，踩的不好的。你像你说晚上现在好多人拍那种视频啊什么的，我有时候没啥事，我也会偶尔上去溜达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我点开好多的视频，我一看我就知道不舒服。这就是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，你知道吧？我点开那视频，我一看他刚开始那几个动作，然后平时我们店里绝对不让做的一些禁忌，就是视频里全做了。然后那个技师的我会拉长看，看他的流程啊什么的，看了我就觉得，拍的是看的挺热闹，实际上真正不舒服。我就不会看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比如一个20分钟的视频，我可能2分钟看完了，我就觉得这个采耳是不舒服的。你们看的都是研究的，对于普通对人看都是用对对来睡觉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一般这种就是把手机放在，都不是看，就是听那个，有时候听的讲解就立马就睡着。仰望这些位置，每一个位置都有但是我耳朵就有点跟你差不多，我觉得我掏每一个位置我都是有感觉的，我2个耳朵都这样。挺幸福。就偶尔可能会有某一个点比较痒，而且我还不是那种说非要掏得多深，我就在外面啊这些地方，我都觉得挠的痒痒挺得劲。
但有一部分人他就深处有感觉。是不是所谓的散去，还是对，给培训的人挺会起名字的？反正你总得整个词代表那个位置，时间久了就大家都知道了，就跟一个人的名字一样，得给他取个名字。是不是起的都挺专业的？你说取名字这都不重要，我说这谁发明的掏这么掏这么深？发现的这个东西。他们说其实掏耳朵在最早只有皇宫，就是什么达官贵人才能享受的。但是好像很多地方就是掏耳朵会拿那个头发撕。我刚才给你，好像南方有，不是说有，就是他们小时候就好像就是把一根头发往耳朵里面塞，有点类似于像那个马毛，就那个我也是叫不来那个尖的那个东西。对，甚至往眼睛那个里头塞，好像南方有这个他们小时候南方人有的地方。通泪腺吧？你说的对，是？嗯，但是我看着对眼睛下手还是挺吓人的。但是那个其实我不太建议弄，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就是不要弄。我觉得弄完可能容易导致眼睛发炎。通泪腺这个，好像眼睛跟鼻子也是通着的，都七窍应该都通着的那种。嗯但是我觉得能发现这个东西的人就还是挺神奇。其实应该最早都是从医生那发现的，他那个是治便用的。前两天我有个姐，她说她眼睛不舒服，她就去医院挤那个，就针你往里面注那个东西。她挤那个眼板线，你啊，看过吗？眼睑看过。就一挤就跟那黑头那个粉刺似的，她去挤那个去的。那有的人泪腺堵了，可能医生就会给他通一通。泪腺堵了，就是眼泪流不出来。或者眼睛比较干。所以现在就我们这有客人想弄，我们也有，但是我们就主要以洗眼为主。但是感觉那个眼睛我也试过一次，我说哇，我打死才不是，那个洗眼痒的太吓人了，那个感觉我感觉全身都会抖。哦，你洗过一次？那就好像自从那一次以后就被拉入黑名单。那个也分人，有一小部分人会迷恋那个感觉。我是感觉那个痒的有点挠心挠肝的那，对呀，就是全身都会抖的那种痒，太吓人了。那你不觉得很刺激吗？就有什么能让你那样？就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有一种不想坚持，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说。不想坚持，但又觉得好像也挺特别的这个感觉，是吧？但是我也觉得我要和不要之间，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还想再体验，但我个人可能对，分人。就不太行了。大部分人啊，是你这种感觉，我体验了一次，我再也不要了。大部分人，只有小部分人会觉得，哎呀，不错。然后再有小一部分人会特别喜欢。给你挂我。
那你觉得刮耳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有点像，好像怎么说呢？就好像耳膜像个弹簧的那种，嘚儿嘚儿嘚儿的感觉我说，感觉我还是比较喜欢。你比较喜欢刮耳膜，对，但是也会有一点点小紧张吧？都不感动吗？能接受，但还刮耳膜肯定是就本能反应，因为都会感觉我不敢动，确实也不能动。刮耳膜要求我们的手要特别稳，你稍微有某一下重了，它一疼，对它就疼，疼都是小事，所以你还存在一个风险，你万一不小心给它弄破了，耳膜破了，它这个都是存在的，所以采耳还是要尽量找靠谱的人。说大多数人都不敢动那个位置。好的不专业的采耳师，他不会给你做这个，他也不会给你做，他也怕出事，他也不敢，他自己本身就不敢。对，他都不敢，你让他给你弄。再一个，万一他弄得你疼，所以这个活还是得胆大心细的人。胆大心细需要练，不是说你一上来你就给客人刮耳膜，不是。你像我这里，他们都得干1-2个月。拿啥的？就是只教他们掏耳朵嘛，没有刮耳膜这一步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就把掏耳朵教会你了，完了你去做客人，做一段时间之后，你的手越来越稳了，对，你的手越来越稳了，我才会告诉他们刮耳膜。我都干3个月之后，我才知道要刮耳膜。我说啥？还刮耳膜？我说多吓人啊！我说我不敢。完了，在我们这上班的那时候说可以，我说那你给我试一下，他给我刮一下，我说还挺舒服的。我说怎么弄？他说就这么弄，这就是跟头发丝。看，看头发丝打了个圈，这样。给我感觉一下，然后我都是提着嗓子眼给客人刮的，也都这么过来的。其实每个人都这么过来的，但是前期你得掏耳朵练一段时间，不能说我今天不能说我今天教你采耳，教完你采耳，明天我就教你刮耳膜，那不可以，因为他很有可能他会失手。对，他采一段时间的耳之后，他不会失手，他最多就弄疼一下你，他不会出大问题。我都干好几个月，我都不知道有耳蜗这一说，因为我学的是那种特别简单的学的，没有什么师傅教你特别认真。我都是后来干着干着碰到那些干的时间久的跟我讲的，我才知道，然后我再自己慢慢的一步自己研究，然后我也自己出去掏耳朵，去了好多店掏耳朵。我们南方的那些也都去过，都基本上。去的多了，你自然就知道别怎么弄舒服干嘛。我慢慢研究这玩意儿，然后再加上你做的又多，碰到的人也多，就是经验就有了。哎，到现在就是已经。我觉得我接触的比较早，我那会儿应该是第一次，也是在西安，19年的时候，西安的店已经非常多了。北京其实算流行晚的了，是吧？应该是。我到北京也很晚，就22年才到的北京。但是我19年开的店啊，在北京，我在北京开的店，北京采耳店并不是很多。对，我就想那个时候应该不多，很多。好像也就是18、19火起来的。对，18、19开始有的，到2002年就已经很多了。就到现在就已经泛滥了，参差不齐，啥都有。而且现在好多人是分辨得出来你掏的好与不好，以前的人其实不太能分辨出来掏的好不好，因为都没掏过。童年记忆。但是我们在这边干的时间久了，在这一片，
就这一片喜欢采耳的人啊，对采耳有要求的，应该大部分都在我们家。附近有大厂吗？大单位吗？没有吧？我感觉，我也不咋出去。那一般住的人都是本地人，也不是，我不嗯，太了解大兴这。本地人多一些吧，都是这边本地的，然后再一个就是也是在这边工作的嘛。有好多大兴机场的工作人员有时候也会来我们这。像什么我遇到的啊，管地勤的，什么空姐、开飞机的都有。不少大兴机场工作人员，但是到我们这来也不算近，但也不算远。再一个就是，这附近长期在这居住的人会比较多一点。我之前就在朝阳，你在朝阳哪啊？要朝那边。那鸟巢那店更多。也还好。那片反正也挺多的，到处啥都是。朝阳也比较大。但是我来了这边之后，我很少去朝阳，朋友叫我去。太远了。对，我在朝阳都待了7、8年。感觉朝阳还是住在朝阳东边的人多一些。对，我之前在东三环，还天天堵。我自从来了这边之后，什么青年路啊，我感觉好像那边住的人也很多。对。东坝还是什么地方？对。现在估计人也不少吧。反正但我是在北朝阳，所以就还是不太了解东。我们就是意思，我那个位置就是快到海淀了。每次去外地就比较喜欢这种活动，又便宜，感觉性价比比较高。真是。北京干啥都比较贵。真是出门也挺贵的，反正。所以导致现在你们发现好多人都去外地。是。我感觉去外地好像年轻人都比北京要多一点，俊男美女都比这边要多，是吧？有这种感觉吗？可能人家南方人本来就长得细皮嫩肉的，咱们这面一回来就感觉这面都黄不拉几的，人们脸也比较黄偏黑的这种。是吧？这边水不养人。对，每次一到很明显，在上海呀、南京呀、杭州呀，人都看到长得白白的、白白净净的那种，一回来大家都脸蜡黄。好像人种都变。就跟这边气候和水有关系，对，对吧？全是春天，还春天，现在就是现在好多了。有一年我记得好像沙尘暴特别多。对，跟空气跟水有关系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。你老家是哪的呀？我老家就山西，很近。你们那边属于中原吧？也有点高了，海拔都1000米左右。一说山西人就现在都说睡午觉。睡午觉。山西人就爱睡觉。
适应不了1点半下午就要上班。那你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北京的呗？对，毕业了以后呢，一直在这边。但是每次出去就很开心，就感觉北京这个整体的都是市里面都是一种低气压的生活。那你说这还这么多人，真的是。我可能也真是在这边待习惯了，我就正宗南方人。我现在都哪儿的呀？湖南的呀。哦。但我在北京已经很长时间了，10几年了。我觉得长沙真的很好吃。我暑假的时候去长沙，去那个什么，就是有一个毛主席像的橘子洲头。坐船，然后去步行街逛了一下，有全人。那我感觉长沙很对我的胃口，什么都挺好吃。就去溜了一圈，主要是我想去看看那橘子洲头，从来没去过。我们是下午的飞机，然后早上到长沙，然后就一天。长沙离机场好远，黄花。对。我们就吃了个饭，去那逛了逛。我觉得以后不在北京了，我可能就考虑去长沙吧。长沙离我们家也就是高铁一站地。株洲湘潭吗？还是衡阳？听过衡阳，衡阳在南边。对，地铁一站地就到家了。不行，以后就去长沙也挺好。感觉南方人选择北京不容易，好像感觉湖南应该都是还是喜欢去广州的。对，广州、深圳。对。我感觉我现在都习惯北京了，我都忘了南方是什么感觉的，真的。都说南方好，我怎么也没感觉到南方好那种感觉，就是习惯这边。还养不养里面？对。南方确实好，但是如果下雨下的太久了也不太好，见不着太阳。我现在就是过年才回家嘛，然后过年有时候回去。不是说湖南都喜欢烤火盆？对，有时候回家10天都在下雨，我就弄得我特别不喜欢回去。我就想想还是北京挺好，不下雨，还有暖气，就那种感觉。但刚来受不了那个干吧，可能现在也是适应。现在适应了，闹个鼻炎。买一个那个冲鼻器，我感觉那个挺好的，是吧？也就几十块钱，每天可以冲一冲，挺舒服。管用吗？问题是。我觉得我现在鼻炎就挺严重的，这2年得的。用生理盐水冲其实还真的对，就是我都是拿那喷的，往鼻子里喷，喷完擤一擤。那个也行，感觉那个好像是药吧，那个还贵一点。就灌的生理盐水喷。我以为是买的那个海盐。就灌生理盐水喷，反正现在闹个鼻炎，一天到晚这皮肤都干燥的不行不行。是，而且我还那啥，还每天洗澡，我就感觉更干。有的时候就怎么说，最干的时候不抹那个什么身体乳，晚上皮肤都痒。对啊，就这样。我刚来北京第1年，你知道我干嘛吗？我整个背就跟那熟脱皮一样。明白。整个背脱掉一层。白的那个东西，对，一刮都有那个。不，都这样撕能撕下来。就那种，就是不适应这边气候，整个背都脱掉一层皮，后来就好了。我说我现在太吓人了，我说这北京怎么这样？我说这来了都得脱层皮。没流鼻血吗？我闺女就流的特别厉害。现在好一点了。前几年来，她动不动就流鼻血，动不动就流鼻血，吓人。我说你这是不是？我都担心你是不是得了啥病啊？我说。后来去医院检查，还说没啥事。鼻腔太干燥。流的特别严重，她。
流的止不住，哎呀，看太吓人了。我倒没怎么流过鼻血，我就是皮肤受不了。但是你要想，我们还每一顿吃辣椒了，顿顿饭吃辣椒。北京其实不太适合那个。对，每一顿饭都吃。你想想，北京都这么干，我们家比北京。